2024年5月，货车司机王某强接到一个洋葱运输单子，按照接货方的要求，他得把20吨洋葱从开封送往南京。事成之后给他3200块钱运费。王某强拿到任务后，经过1天1夜的跋涉，终于抵达南京。在此期间，由于路上下了一点小雨，导致车上的表皮洋葱被淋湿。当然，由于王某强保护得当，因此大部分洋葱还是干燥的。然而，接货人张某看到这些洋葱后，直接就拒收了，并表示淋湿的洋葱卖不出去。看到张某态度如此坚决，王某强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经过一番斟酌以后，王某强打电话给张某，说如果他2天过去还不收的话，就会把洋葱自行处理。即便是这样，张某依旧无动于衷。过了2天以后，张某那边果然音讯全无。无奈之下，王某强只好将洋葱拉到附近的菜市场，然后进行低价销售，以挽回一点运输费。然而，正当王某强准备离开南京的时候，张某却一通电话打了过来。只见张某信誓旦旦地询问洋葱的去处。当张某得知洋葱被卖以后，勃然大怒，直接向王某强索赔3.4万元。由于2人互相争执不下，以至于这件事最终闹到了法院。法院方面在经过一番分析以后，对该案件作出如下判决：由于洋葱淋湿是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因此这方面司机是无责的。此外，由于张某在拒收时未提供证据证明洋葱质量受损，所以王某强是有权处理该货物的。然而，王某强也不是全无过错，因王某强在私自处理货物的时候违反了和货主之间的合同约定，此项举动构成违约，所以王某强需要按照洋葱的市场价来赔偿货主2.9万元。这个案件判决结果一经披露以后，立马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一些网友表示，这会不会是一个局，专门用来坑司机的？毕竟这怎么解都解不开，运费拿不到，把洋葱卖了又犯法，拖的时间久了又会烂掉，怎么看都会让司机陷入两难。还有网友表示，张某这是有意为难，典型的不想给运费。更有一些网友表示，很可能是货主正好卖不出去，于是想到一个好主意，让司机代卖代赔。货车司机运20吨洋葱被拒收，自己卖了还被判赔偿2.9万元，引起大多数网友认为这个案件不应该这么判。一些网友就表示，断案结果难以服众，这样的判决简直糊涂。法官在电视剧里活不过2集，司机干脆把一车洋葱开到法院，看看法官自己怎么处理。不得不说，网友们还真是义愤填膺。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了，法律难道真的这么无情吗？他真的不关心正义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以前的著名案例来看，那就是2018年发生的张扣扣为母复仇案，也是激起了网友们的无限同情。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英雄之举，并认为法官判的不公。所有支持张扣扣死刑的人，几乎都被网友们骂得狗血淋头。比如法学界泰斗苏立教授就是其中之一。被骂惨了以后苏立教授表示，中国人在法学认知上最大的缺陷就是鼓励煽情、鼓励正义，但不注重事实和程序。说到这里，可能又有人会问了，何为法律？何为注重程序？严格来讲，法律就像无数个小程序组合起来的系统，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每天像写代码一样，将古今中外的所有案件都纳入其中，做到尽可能公平公正的判决。每年法律工作者都会在源代码的基础上对法律进行略微修改，以适配当今的时代环境，比如增加网络犯罪、生物技术犯罪、AI 犯罪、网络暴力犯罪等条例。年复一年，这些积累起来的法律条文基本上都能塞满一个图书馆了。可以说，一旦将法律随意更改的话，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崩了。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货车司机运送洋葱，很多人觉得司机不应该赔钱，但为什么法官还是判了赔偿2.9万呢？我们不研究法律条款，从法律本身存在的意义上来说，法律关心的是看得到的正义，而不是民众自我揣测的正义。假如你在众目睽睽下犯罪，大家都看到了，这样肯定会被判刑。但如果没有任何证据，很多人凭一张嘴说你是个坏人，那法官就不能判刑。也就是说，即便舆论声势浩大，没有证据，法官也不能随意判一个人有罪。这时候又会有一个问题，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前面提到的洋葱案，法官究竟是根据程序办案，还是根据舆论办案？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得思考如何应对舆论，如何维稳，如何控局，只有这样才能把事件影响降到最小。所以法官在面临特殊案件的时候一般是结合法律规章制度和舆论情况进行量刑，以达到一个服众的结果。
总之，法官判案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不能不考虑舆论影响，也不能因为舆论声音太大就乱了自己的初心。当然了，关于前面提到的洋葱案，其实没必要闹到法院，因为在面临这种事件的时候当事人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万全之策。比如有位网友就提供了一个中肯的建议，他表示司机应该先报警，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运输费、误工费和食宿费。货主如果不解决的话，那就把货物拉到仓库。假如货主想要货，就得先给运费，再告诉他货在哪里。货主如果报警的话，那司机就直接报警回执，任由他去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死局就能得到破解了。总之呢，还是那句话，只有用魔法才能打败魔法。毕竟现在是法治社会，只要掌握了法律武器，走遍天下都不怕。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